有没有人说过，你太善良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太像一个讨好者，对自己的生活有负面影响吗？虽然很容易因为我们让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而自责，但心理学家实际上已经发现了这种方式，他们称之为讨好反应，是我们适应感知到的威胁和内化创伤的一种方式。更具体的说，是治疗师皮特·沃克第一个研究并在他的书《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从生存到繁荣》中写到了一种现象。沃克专门研究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病例，他将讨好定义为一种在人际交往中通过本质反映他人想象的期望、需求和欲望，创造安全感的不当方式。当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由于环境中的一些感知威胁而被激活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的身体会进入战斗、逃跑、装死或讨好模式。当一个人在小时候经历了一些创伤性事件，可能会让他们陷入这4种模式中的一种，所以基本上讨好是对极端心理压力的一种不良反应。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按照专家的说法，有以下7个迹象表明，你太好的问题可能实际上只是奉承，是创伤的一种表现。1. 不会觉得自己被看见了。如果你是一个倾向讨好的人，那么很多人需要帮忙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他们的首选。这是因为，根据自助专家菲比·普里贝的说法，当我们讨好别人时，我们会忽略自己的需求，在那一刻决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别人想要的东西。过于付出，最终会很难让别人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仅仅是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2. 价值观会受到损害。创伤反应之所以会对我们产生如此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侵蚀了我们的自我意识。根据黎明健康和康复中心一篇文章的说法，有人会通过过度讨好别人来避免冲突和创伤，但这可能会导致这些人向自己的价值观妥协。很多时候，这样的人会发现很难坚持自己的信仰，反而会去验证他们甚至不同意的行为、态度或观点。3. 觉得要为别人的反应负责。在前面提到的黎明健康和康复中心的文章中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讨好型的人往往会对别人的感受和反应有一种错位的内疚感和责任感。事实上，他们通常会更关注他人的幸福、舒适和认可，而不是他们自己。这可以表现为强烈的内疚感、自责感和掩饰他人对一些甚至不是他们的错或在他们能够控制的范围内的事情的负面反应。4. 害怕为别人做决定。与我们之前的观点类似，讨好是一种会让我们害怕为别人选择东西的创伤反应，即使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比如去哪里吃饭，或向别人推荐一个节目，都会让我们陷入强烈的恐惧和恐慌，会纠结，哦不，如果他们讨厌他，怎么办？为什么呢？根据今日心理学上的一篇文章，这是因为一直在取悦别人，总是指望他们了解自己的感受，这让你怀疑或忽视自己的感受和经历。5. 会因为惹别人生气而感到内疚。根据喀戎创伤诊所的心理健康专家的说法，那些倾向于以讨好作为创伤反应的人，通常会因此对自己产生深深的愤怒和内疚。他们不允许自己因为别人利用他们，甚至不尊重他们的界限而生气。每次他们试图说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感到非常内疚，结果反而是纵容和原谅了别人的不良行为和虐待。6. 过度道歉。和我们前面谈到的那点非常近似，戏剧般的讨好反应通常会导致缺乏个人界限、低自尊、失去个人能动性和自主权。在这些表现中，最常见的就是过度道歉，这是因为讨好的行为往往源于对创伤的排斥，所以为了避免被别人拒绝，我们学会了承担一切责任，仅仅用道歉来维持相处融洽。7. 不知道怎么说不。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不知道如何对别人说不，可以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迹象，表明太友善不是你的问题。
这是你的创伤反应。按照性中心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的说法，讨好型的表达几乎都太单薄了，他们如此渴望取悦他人，以至于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说是，不管有多不方便或厌烦。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过度劳累，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那么多爱、能量和耐心可以给予，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在他们说不的那一刻，对方会立刻攻击他们。大家对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几点有什么感觉吗？了解了所有这些迹象，是否意识到自己可能因为一些未解决的创伤而讨好别人？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奉承和取悦他人是与他人建立关系的理想方式，但这些联系最终会让我们变得不真实且不充实，因为它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认同感，也不允许我们验证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因此，如果你正严重挣扎于从创伤中恢复，请不要犹豫，立即向精神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寻求帮助。引用自助专家菲比·普里贝的话，做一个好人意味着要有自己的需求，但也要倾听别人的需求，找到一个中间地带，这是一种善意的沟通，不像阿谀奉承。阿谀奉承从来不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善良不等于做受气包，抹去自己的自我意识，或者永远不为自己说话。